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现在乌克兰是不是真的要升级为这个俄乌核战了呢？那俄罗斯的逃兵他们揭开了一个内幕啊，就说其实早在2022年的2月份哦，那开始那一天是2月24号嘛。他说，在俄罗斯这个跟乌克兰战争开始的那一刻呢，普京就已经下令了，核武基地要进入到战斗状态。那反应时间其实只要2分钟呢。这个毁灭世界就是这2分钟就足够了。那美国之音的记者就讲说，普京当时就讨论他的军队要有威慑力量，那包含了核武元素，也就是说，这个核战争哦，早就已经这个箭在弦上1000天了。那另外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一次为什么又开始讨论起核战，就是因为俄罗斯用了这个真果树的导弹呐。那这一篇我觉得这个报道写得非常好，还有一个图表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英国的每日邮报，他就说呢，真果树因为这次它其实并没有带核弹头嘛，它就是这样子真果树这样发射过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这个中程导弹。那其实呢，它可以在20分钟内打击到欧洲任何一个城市哦。那根据每日邮报，他们就画出了这样一个图啊，包含了像是德国啊、英国啊、法国啊、意大利啊，全部都可以从这个俄罗斯他们这一个试验场飞到欧洲各地。他们的时间呢，比方说布鲁塞尔只要14分钟，巴黎15分钟，罗马13分钟，所以通通在20分钟之内全部可以打击得到。这个核威慑的效果非常足啊，就已经告诉你我可以发射真果，带着核弹头，那就会是一场核战争了。那所以这张图片也让这个欧洲人感到一些惊慌啊。那再来，纽时也曝光了，说西方的官员曾经这个议论向乌克兰提供核武啊。俄罗斯的前总统讲说，那就可以视为准备要对俄罗斯开始启动这个核战。那他们说，这个核武啊，等于这个回应提供了依据，就是因为你们要这样提供，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核威慑。那俄罗斯也宣称呢，要在亚洲来部署导弹，要把这个核武技术输出给美国的敌人。那美国敌人会是谁呢？那现在大家想象联想到的就可能是北韩，是不是也会加入到这个核武的行列哦？那现在目前看起来，为什么这个局势陡然促生呢？就是因为拜登哦，好像这个临别前一直在放大招。根据这个政治报讲说，白宫的预算文件显示出来哦。拜登现在秘密向国会提出了长期申请，要求再拨款240亿，要用于援乌，还有呢填补反俄的武器留下的空白。那他出了这个招，很明显是要跟川普对着干哦，因为他在竞选时候已经表明，上任之后呢，川普要在24小时之内就把这个俄乌战争打上句号啊。那所以这个泽伦斯基如果不接受的话，就不再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因此拜登当然不愿意这个事情发生啊，所以临别前出招，让这个俄乌战争的战火升级。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赫许哦，就是之前有讲说这个北溪事件，其实是美国自己动手的这一位这个普利斯奖的记者，他讲说呢，其实五角大厦并没有充分评估一旦乌克兰冲突升级为核战的后果。他说这个就是反正拜登只想眼前的事情，并没有想得很深远。乌克兰现在3天之内已经2度用了美制的陆军武器啊，这个飞弹发动攻击。现在俄罗斯已经被惹毛了，他们讲说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美制的飞弹哦，都已经朝向他们发射过来，甚至还有这种长程的飞弹啊，然后有7枚击落，1枚击中了目标，所以他们现在要采取报复升级的一些措施。那俄军他们现在在快速推进，这是不是也算是一个报复行动之一呢？就是根据报道啊，他们讲说，俄罗斯他们现在推进的速度创下战争以来的新高。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战争开始1000多天嘛，它其实呢，最近这30天，光是这30天的进度啊，远远超过之前哦。它30天等于已经拿下了半个伦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图的显示哦，就是顿巴斯的战场哦。从今年的7月开始升级了这一场战事哦，那这个顿巴斯的战线也一路从这个乌东地方啊，不断的扩张，然后开始包向这一个红军城哦，所以现在看起来这快速进展的速度啊，让这个欧洲都感觉到一股威胁感，等于说拿下了半个伦敦。那俄军在11月
在乌克兰取得的面积真的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快的推进速度。也就是说，当俄罗斯真的认真要开打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精锐的部队也好，或者是说援军也好，全面开始动起来的时候，那不是之前2年那样子的一个战事的态势那时候叫做特别军事行动，现在已经拉升到即将差一步要变成核战的一个状态。那路透社有讲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战线的变化，根据战争研究所的这个统计现在俄罗斯部队已经进入到这个库拉霍维镇，那距离红居城只差最后一步之遥，就像我们刚刚画面看到的，已经就是包围在旁边了。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盛峰哥怎么看。这样子第一个那个所谓的一个俄国逃兵去讲，是俄罗斯准备好2个分钟内就可以展开核战等等等等，我认为这是一个假新闻。理由很简单，就一个小小的逃兵怎么会能够掌握出这么样子的一个战略性的规划呢？这不通嘛。而且假如他是司令部的参谋，那也不会被抓嘛，那一定是在第一线的战斗人员才会被抓。所以这个是纯粹希望在炮制。你看，俄罗斯很可恶，一开始就准备要威胁什么等等所以这种新闻就看看的就好。那么导致俄乌战争值得我们来看，不管拜登去做什么样的动作，不管拜登不想把它给结束，因为这场战争是他引起的。假如让川普快速的把它给了结，那他真的不要混了。可是问题是你拜登混不混，对我们来讲不重要。人类会不会有危机才是我们大家所要来关注的。那么现在的态势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呢，几乎已经快穷途末路，一切都需要期待西方援助才能够撑下去、苦撑下去的乌克兰，跟一个已经经过了1000天的战争，虽然有面对的前线的战争，可是后方的运作呢，也逐渐趋于常态化的俄罗斯。一个是要靠人家的起源，靠人家的资源才能混；一个是已经在受压制的情况下，这一种对他来讲不利的情况中，他已经展出了一套他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俄罗斯，他的源自人员物力是源源不绝。你说这场仗还有打下去的意义吗？所以俄罗斯今天的做法就是在谈判周前取得更多对自己有利的位置而已，而乌克兰也想在谈判之前能够取得更多的战略有利地位，可是两相刚才我们一比较的结果，他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最后我必须要讲，人类第一次面临到核战的危机，就是古巴危机的时候。古巴危机怎么没有处理好，很可能就产生了核爆危机。为什么？因为美国人认为你怎么可以在我的后院设置了灰弹？同样的道理，今天美国的官员对美国的建议说希望乌克兰可以拥有核子武器，那你不是换个角色，你就是当年你们美国最讨厌的、最痛恨的，认为这不应该破坏人类和平的俄罗斯的当时的苏联所做的行为，今天你再重复做了一次吗？什么时候这个美国的霸权，什么时候不是什么时候，真的已经开始堕落到简直我们摇头的地步了。它会慢慢成为全世界最孤独的强权，而不再是霸权了。好，来请教叶老师。其实俄乌的冲突其实这个表面化，这个俄乌冲突表面化是2014年。2014年因为这个广场事件那么就变成这个乌东的这些亲俄的这些省份州就开始怎么样，就反抗那个比较倾向欧盟跟北约的这个当时的基辅政府。所以那时候就在现在的乌东战线就已经开打。可是呢，打没有多久，主要是因为法国跟这个德国的介入就签了一个明斯克条约，就停下来了。对，而且透过这个欧安组织把这个战争停下来，所以战争就一直停在那个地方。那么德国也反对，就是说不要改变现状。这个在梅克尔的这个他的回忆录，他讲，他就是说他也反对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因为这个是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会冲突的主要原因。可是呢，这个和平事实上就是说，2014明斯克条约虽然有零星的冲突，可是这个东线的这个俄乌的冲突大概就停在那边了，没有升高，也没有大规模的爆发。
可是很奇怪，川普一上台以后，就大规模的爆发战争。那个就是主要就是说那个时候俄罗斯研判说，川普可能要推动让乌克兰进入到哪里？进入到北约，进入到北约。所以这个就变成俄罗斯，他就认为触碰到他的底线，就悍然出兵。那这个战争一开始，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就是俄罗斯的坦克团团围住基辅以后基辅大规模战争并没有爆发，而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和谈了。那可是呢，后来的这个很多情报显示川普政府就反对和谈，拜登政府就一直反对和谈到现在。那拜登不但这个反对俄乌战争停下来那么在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呢，6天以前，拜登政府又再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下否决票，否决什么？第4次反对在加萨走廊停火。所以拜登政府是一个怎么样引起战争、挑起战争、反对战争停止的政权。我觉得现在不论他怎么做，我想历史会给他这样子一个定位，这都是事实，也没有冤枉这个拜登4年带给世界的贡献，就是牵起2场战争，可是呢不准这2场战争停止。好，来请教舰长。我们看到这是路透社有关于梅德韦杰夫的这一个讲法。梅德韦杰夫其实他在2008年到2012年，他其实担任俄罗斯的总统他讲什么呢？他其实讲到说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核武的话，那么莫斯科可能会认为这样的一个转让等同于对俄罗斯的攻击，然后从而可能进行核回应，然后提供了一个理由也就是现在梅德韦杰夫已经帮普丁把红线画下来了，你只要再继续谈这件事情，那其实呢也就等于要陷欧洲万劫于不复。那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在20分钟之内都就是榛果树的这个飞弹呢，可以打到欧洲的任何一个区域那欧洲有办法回应吗？没有，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在俄罗斯的它工具箱里面有很多的这飞弹那我们看到最下面的这一个5500公里的这个，也就是超中程的榛果树飞弹。可是我们看看前面，它还有这么多短程、中程的这些弹道飞弹。可是我们来看这一些西欧的国家，不管是法国，不管是德国，不管是英国，除了洲际弹道飞弹之外，他们有这一种中程导弹、中程飞弹吗？答案是没有，也就是0。所以如果真的普丁确定要进行攻击的话其实他们也只能够使用这种洲际弹道飞弹回应。那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上一次为什么在发射这个榛果树飞弹之前那个30分钟，这个俄罗斯他要告诉美军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要告诉他，这个是一个在联合国的宪章里面允许的一个回应的动作，但是这个不是核弹。因为如果是他直接升空的话，美军可能会认为这个是核弹，那他就告诉他这个不是核弹，这个就是所谓的常规弹头而已。事实后来也证明是常规弹头，所以俄罗斯准备好了，欧洲准备好了吗？没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昨天华为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新品发表会，包含了手机、汽车、手表，就所有的新产品一口气全部的推出，人家说非常华丽那当然，就是很多人也在等这一次的新机是纯血鸿蒙嘛 ，Mate 70。那这边出现了我的照片，因为这是我昨天在抢购的这个画面我自己放上了抖音，然后就是截图下来给大家看。其实就是那1秒钟，昨天晚上的6点08分的第一波开卖我就1秒没有迟疑的点了进去，然后要买那个最高规格的就 Mate 70 Pro Plus。
1TB，然后结果就没有买到，就1秒钟就卖光光了。这就是见识到这样的一个销售力哦。那今天其实还有第二波，早上10:08的时候又有第二波的开卖，同样也是1秒钟就全部卖光光哦。那所以看起来它这个销售真的是速度非常的快，因为承接了大家非常大的一个期待。鸿蒙系统就象征着中美接下来系统全面的脱节哦，不再用 Android 系统，而是使用中国人自己做的这个鸿蒙系统哦。那当然，昨天也看到了刘德华出来，只要有这个非凡大师，就会有刘德华的代言。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刘德华还唱了一曲。忍了好久，终于看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梦想早就无所谓，累也不说累。寻常处见非凡。好，现在我们看这个 Mate 70哦，其实已经有300-400万人预约啦。那刘德华代言的是非凡大师，它的售价人民币11999元人民币开始这样子起跳。那下个月4号，12月4号正式开售。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一次 Mate 70我刚刚提到了原生的鸿蒙系统叫做纯血鸿蒙啊，那它会让整个机子的效能提升40%甚至还有它的出神入化的这个 AI 就是抓取功能所以让很多人都觉得说，要敢搭上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这是一个黑科技的时代，新时代来临啊。那余承东也提到了，就是明年这个新手机、新平板将会全面搭载原生鸿蒙。那他甚至讲了一番话，就是接下来这一个 Mate 70也会有这种卫星呼寻，没有网络也同样能够通讯，因为华为追求的是一个超越自己的未来。我们来听一下，才能引领行业向前，靠抄袭是没有未来的。Mate 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能超越 Mate 的只有华为的 Mate。对，因为之前说不能讲遥遥领先所以现在换了一个字，叫做能够超越 Mate 的只有 Mate， 只有华为 Mate。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卫星的这个功能从 Mate 60开始，现在又更进阶了，升级版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车子也是这一次主要的让大家注目的一个焦点4届都到齐了。那之前包含了有问界、享界、尊界、智界嘛，那这一次就是尊界 S800的发表会是一个压轴登场那也是首次亮相，预计年底量产，明年开始发售。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华为打进这种高端的这个汽车的领域他们讲说，余承东就讲发表会之后就有人直接转给他6万块订车了，3台尊界 S800要赶快去订。他说，不要跟我订去华为商城订那这一个他的发文甚至还登上了热搜。那其实呢，华为的这种黑科技运用在超高华车，他讲说其实已经超过了劳斯莱斯甚至比他们的档次更豪华、更高端因为他还把这所有的最新科技融合在这样的豪车其中他说叫做一个时代的旗舰车那再来我们对比一下。同样的，比亚迪也是现在在全球攻城略地它的这个新能源车，那他打算要在墨西哥建厂，也让墨西哥很为难因为川普已经喊着说要苛征关税了，所以现在到底墨西哥要继续跟比亚迪合作，还是要配合川普，现在有一点两难。但是的确啦，比亚迪真的是赢麻了，它今年的前3季度全球电动车销量已经到了1170万辆，市占率高达20%，其中的730辆是纯电动车所以这样子来加征关税呢，大陆当然是觉得说这个中美经贸合作本质就是互利共赢你没有必要去这个挑起这种贸易战或者是关税战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墨西哥他们有一些反弹声浪，就是说如果这样子加征关税的话，恐怕会加剧他们的这种失业跟通膨的问题。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这个华为事实上真的推出新产品的这个速度超过我们那个吸收的程度了。我们才这个 Mate 60 Pro才刚开始摸熟，Mate 70 Pro 出来了，而这次还有一个这个
比亚迪的好像是 Mate X6嘛，对，X6它折叠机就是舰长的下一代。对，舰长下一代，舰长有一个 X5，那刚拿到现 X6又出来了，对对对。那这一次除了这些新的手机之外，这个手机都有新科技啊。这一次的 Mate 70 Pro 哈，它事实上有 AI 的成分了，对它的那个影像，它可以这样多层影像，一个人可以变成好几个人在这个荧幕里出现。另外，它有一个很新的功能，我蛮有趣的，就是隔空抓药。对，你可以在那个荧幕上把一个图像这样用手抓起来以后，你如果这边有一个这个平板啊，你就给它这样一放。它那个图像就抓过来了。对，那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你的手怎么可以抓一个电脑手机里面图像放到另外一个终端装置里面？像哈利波特里面出现的。对，这好像是变魔术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华为不断的在这个精进，尤其最新的科技，不断让它在使用层面哈，都让我们能够去感觉啊，真的感觉到这个现在的科技的神奇啊。但就是买不到。对，不是美国都说产能过剩，怎么都买不到？都要先预定，都要先预定嘛，定了还是要抢，还是要我已经订过了。其实它那个 X6也蛮棒的，X6哈，我觉得它最主要它这个折叠机啊，它在折叠那个铰链技术做得非常好，所以它在折叠的时候不会有这种凹凸不平的感觉，非常的这个平顺，然后在转的时候它也可以非常耐用，你可以转不断变，它都不会怎么样，角度都不会偏啊，什么很耐用。那这些我觉得都是蛮了不起的科技成就啊，而且它能这么快的速度啊，把它推给这个我们这些消费者使用。另外，它推的这个汽车，我要讲一下，这个汽车啊，这个你知道这台车的售价有多少吗？这个尊界 S800，它售价100万到150万人民币，它直接对标的车是什么车？就是这个Mercedes-Benz 的迈巴赫，还有这个Rolls-Royce， 还有中国大陆这个就是红旗的有一款国雅，这些都是差不多新台币500万以上的车哎。那现在这个比亚迪就是把它最新的这个所谓的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各种方面跟这个江淮汽车合作推出这款车啊，所以徐承东讲已经有人这个叫他订3部了啊，现在定价你去预售预定的话2万人民币，所以已经很多我像市场上对这台车很有兴趣，很大的一台车啊，那很有兴趣的人已经都跃跃欲试了。好，来请教盛峰哥。这样子，华为的存在代表了中国制造独立自主，西方必须正视，这是一个事实。抄袭的时代已经过去，山寨也不再是中国的代名词，这是西方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就以这一个华为的手机来看，首先它不断的推陈出新，到已经跟苹果是不但是领先，而且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了。所以过去改变了人类通讯，改变了我们对于手机的使用的功能，是苹果手机带来的智慧型功能。那现在呢，可以讲在这个基础上呢，那华为已经自己展开掉第一条路就是 AI， 我就不用多说了，它的方式也跟整个苹果使用 AI 只在文书上的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最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呢，在这个什么样，在这个卫星的功能，在 Max 60的卫星功能是还有一点被动式，就我要去找它。那现在的这个卫星功能就好像我们的联网式，随时可以用，这个的方便度那又是更高了。对，这个呢不断的在走，所以我就讲 Apple 要不要跟 ？Apple 不跟那不跟你怎么办？你要跟，从此要牢的就是你了，这是西方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我们再来讲汽车，因为对汽车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而有研究的人。我现在稍微统计了一下，现在呢，中国大陆超过人民币100万的自主的车子，100%中国大陆自主驾车大概最少有7部了，有7部7部。这个呢，红旗大概是3部，吉利也有1部，就是莲花跑车。因为莲花跑车现在是吉利的。另外，江淮就是这一次的问界 S800， 还有以前呢，比亚迪有2部，那一部呢是超跑的形式，那个是上亿的。那个要订购的，另外一部大家知道的，这个展望80嘛，大概这一些，各位想想看，它已经可以生产上百万，就是合台币将近450万到500万以上的车子，
证明它是经得起市场考验。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汽车市场比台湾还自由，所有的车都可以进，只有台湾这些车都不能来。对，我们到现在还要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去买面子、买 BMW， 没有道理嘛。我就问这 S800，跟各位讲，它的储存就跟宾士现在卖1000万的迈巴赫是一模一样的，储存几乎是一模一样。它的对标的条件大概叫劳斯莱斯的 Ghost。或者这个什么，这个宾利的 Superfly， 那也可能它的大小是幻影，比 Ghost 还高，比 Superfly 还高的母上，这宾利的母上，这样子的情况，我买这个可能要花2000万、3000万，现在我用500万到800万可以买，500万到600万之间呢，可以买得到。为什么台湾不能进口呢？为什么那一种廉价的几十万可以买到的车不能进口？一天到晚在广告什么韩国啦，什么日本啦，那些在大陆上已经被淘汰的东西，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政府啊，不要笑大陆不自由。刚才我讲的车在大陆都可以买得到，刚才我讲的车在台湾都看不到。我们连 NG 都快不能买了。来问一下舰长。我拿这部华为手机啊，其实它也已经卖了1年了 X5， 可是我买的时候也是这一种雨纱金的最后一台，表示它卖得很好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不论以前的遥遥领先，或者是现在的，只能超越 Mate 的只有 Mate， 展现的是什么？展现的是国家的自信以及民族的复兴啊。那我们看到这一个，也就是实际上来讲，我其实原来都不知道我的 X5啊，就是我刚刚拿那个手机啊，我不是在推销，因为台湾也买不到。那也就是说呢，它其实就有这个功能了，不用 X6，它就有这个直接可以使用卫星的功能，它可以传一些简讯。也就是呢，如果是在偏远的地方，例如羌塘无人区、可可西里无人区，然后或者是山区、海上，如果有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没有基地台，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那个时候怎么办？就可以使用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子讲啊，这个创新啊，那个无人能敌啊。那刚刚那个大使讲了这个一收一放，掌握全场。我必须要这样讲，这个又是一个改变产业的一个功能。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到的是它一抓一放啊，但是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实际的状况也就是它可以用手势来操控。其实我刚刚讲的 X5也可以。桌球奥运金牌马龙，今天抵达台湾了。那上午的时候抵达的时候啊，在桃园机场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啊，大家也看到说，哇，这个奥运金牌来到台湾，大家也很想要争相目睹一下哦。因为这个马龙的名号啊，其实包含了日本、韩国非常多他的球迷，当然台湾也不例外啊。大家如果有在追这一次的奥运的话，都知道这个马龙带领这个中国大陆队，他们这样子获得金牌，这个算是蛮主要的一个主力战将哦。那所以在今天中午的时候，马龙一行人抵达入境大厅，大批粉丝啊尖叫连连，高喊再来一球。那马龙、杨倩也都很亲切的向支持者们挥手哦。那粉丝是一路簇拥着他们这样上游览车，这样子的交流，其实很多人希望两岸交流，看到这种情况都觉得啊，真的是很好，好像又回到了那个马政府时期两岸频繁交流那样子融洽的一种感受哦。那这个就是有人看不过去，就要开始就说，今天马龙有一个行程是要去中山女高，然后就说这个中山女高因为是高中生，所以马龙呢，他们一行人只能参访，不能跟学生交流，原因是因为高中生心智没有成熟。那说这是叶秉成的意思，就有媒体又去问说叶秉成，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叶秉成就讲说，没有，我没这么说哦。他说行程早就决定哦，只是提醒说不要影响到学生
生上课作息哦。那中山女高的校长就出来讲说，其实是学校明天断考，所以没有安排学生交流活动。但其实退一万步讲，如果断考的话，其实也可以换个学校嘛，也不一定要去这个中山女高。到底是不是断考？因为其实记得印象当中，好像小朋友的考试在11月初已经考完了呀，就不知道到底真相是怎么样子啊。但总之就是，有传出这个消息，不可以交流。那另外又有一个人讲话，是不是他跟这件事情有一个间接关系呢？因为不希望交流发生，因为呢，任何交流都是统战的一部分啊。说的是谁？是黑熊沈伯洋啊。他说，有政治目的的人想要借由他们这些人，不论是这个刺探机密、吸收对于共产党会有好感的人，或者会去找这种台湾统战的样板这可能是中国非常经典写在教科书上的行为，不得不慎。讲成这个样子，马龙是来统战的吗？从沈伯洋口中这样说。那既然如此，你要不要驱逐马龙啊？那这个为什么当初陆委会又要同意他们来呢？就是你们为什么不防患未然，一定要等到人家来的时候再开始绘声绘影的讲说遇到高中生他们心智不成熟会被马龙迷惑，或者是说遇到了什么任何人任何的交流，马龙都可以对大家统战，就是很奇怪啦。那好，我们依照沈伯洋的逻辑，其实马龙跟我们台湾的这个小林同学，关系也是蛮熟悉的，不只跟小林同学就马龙啊，还有这个樊振东那樊振东我也是他的这个粉丝樊振东呢，他其实跟小林同学也非常的要好他们还一起去新加坡看了泰勒斯的演唱会而且他还全程就是他们全程这样子一起同框私底下见面的话，是不是也符合你说的这个逻辑嘞？这个是不是又有交流了？是不是不得不慎也都是统战的一部分呢？那到底有没有统战？陆委会讲说，目前其实没有太多的国安疑虑，人家就是来这样子桌球的交流、学术的交流、大学生的交流嘛。那这个陆委会他们就讲如果对方申请有符合内容规定对于两岸交流乐见其成那从内容项目来看，目前没有太多的国家安全疑虑希望他们进来之后能够按照当初申请的行程跟内容来活动。那结果连青鸟疯起来，连陆委会都出征了，他们本来是一票人那陆委会这一次呢，就是他们这样讲法，青鸟讲说你就是缩小版的国台办，替中共党政军官员开后门的那如果民进党同意放行，就可以准备下台了话说的那么绝，那真的会这么做吗？不得而知那再来，这个拜登是不是要故意留烂摊子给川普？现在美国的 P8A 这个海神式巡逻机又出现在台湾海峡。那根据路透社报道，这叫做国际空域，所以他们是来展现出来对于自由开放什么印太地区致力推动那中国大陆这个解放军的东部战区的空军发言人曹俊他就讲说，你这 P8A 过境台海公开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的组织海空兵力呢，对于这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的应对处置，就是呼吁美方正告美方停止歪曲炒作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其实越是到了下台，越是要挑高这种对立态势？包含了俄乌战场也是，台海同样是不是拜登也打算这么做呢？他现在明尼苏达号的这一个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舰呢，它已经抵达了关岛。那说什么破天荒一个岛里面有5艘核潜舰说要捍卫印太和平，他是不是要把东亚局势拉高，然后让川普很难以收拾呢？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川普也好，或是马斯克也好，跟中国大陆好像比较稍微有一点谈的空间，是不是拜登也不乐见如此，所以要拉高这个局势呢？那川普本身上位之后呢，接下来要接任之后呢，说要来清算拜登当时落荒而逃，在阿富汗撤军的时候那笔烂账所以他就说要来考虑军法审判当时参与撤军的前任跟现任的军官，所以川普还是有办法来破解拜登的一些招数那而且现在传出川金会有可能再现路透社讲说，川普团队现在正在跟金正恩进行直接的会谈。那他们说现在讨论的方式可能希望借此来降低武装冲突的风险。川普团队的多位成员认为直接接触最有可能打破跟金正恩之间的僵局。
还有李显龙最近几天也是去到的北京来访问啊。那你看到，李显龙拿着这个手机在拍摄啊，他结束了苏中之行，带着夫人坐高铁去北京哦，在高铁上面很兴奋的拿着这个手机在做拍摄，然后大家看看有靠背嘛？对，连李显龙拍出来的都有靠背的。题外话一下，那这个习近平跟李显龙见面，他们讲到说要加强战略对接哦，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那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讲说，双方要密切的高层往来，进一步加强这个战略关系，深化对接各领域的合作。那李显龙提到了。就是新加坡呢也会致力于深化跟中方的合作，因为他这几天才讲到这个不能小看中国大陆啊，要参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进程。大陆的官媒提到说，两人讨论到了中美关系，凸显出来刚从美国结束访问的李显龙在中美关系当中有一定的分量。那李显龙的这一番话，其实也是给国际上了一堂课。他就说，对于中国的信赖，在地区国家之间得到了普遍的认同。那在区域煽动分裂对抗，还有搞排斥中国的小集团呢，也就是这个区域国家内普遍利益跟认同的对抗一定会遭遇到强大的抵制。换句话说，这句话在说给美国听啊。那我们先来问一下申峰哥，这样子这个我们是从后面来谈起。新加坡呢代表了东协的风向球，这个风向球已经很清楚。基本上从过去反共的东协到现在呢，是跟中国大陆呢双赢共赢、命运一体的东协，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转变。虽然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放弃跟美国的关系，但是基本上跟中国的关系呢是越来越密切，因为命运相结合，从经贸还有整个的交通建设就可以看得出来。反观你假如把东协跟拉美来做一个比较，而拉丁美洲这本来是美国的近邻照道来讲，美国是这么一个发达的国家，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吃到肉，至少可以喝一点汤吧。结果100多年喝下来，结果他们这个汤是好苦好涩，因为基本上贫穷落后跟被剥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拉丁美洲跟东协一样的旁边有2个强国，一个是大家共同富裕，一个富得流油，一个是痛苦的贫穷的要死。所以为什么他们也开了一个门，让中国一带一路可以进到了拉美？那这时候再回到看东协，东协就有一个小导弹，这个小导弹叫菲律宾。现在菲律宾摆明的是跟其他东协的国家呢是不一样的态度。那菲律宾靠着美国可以活下去，或者菲律宾靠着中国、靠着东协才可以活下去，这可能是菲律宾自己要去面对的选择。菲律宾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把自己搞成了这个样子。那至于我们来看看呢，就是关岛现在大家谈到的所谓的5艘这个核能潜艇的进驻那我想这个舰长应该可以比我们更深刻的来说这个事。核能潜艇是一个战略武器，不是一个战术性的攻击的招。你来了，我派核子潜艇去换个一雷把你打下来，不是的，它基本上是一个核威慑的一个战略性的武器。那这5艘的战略武器全部都到印太来是要干什么？是准备打核战的，而且明白的告诉你，就明白的在核威慑嘛。那美国什么时候已经落伍到需要用核威慑的？我以为只有现在战争困难中的俄罗斯会用核威慑没有想到世界第1霸权的美国也明白的告诉你，我有5艘核潜艇在这里来进行的核威慑。我想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对于整个的和平是没有任何的价值。那最后一个呢，就我们谈到这一次马龙的来访，我想到一件事，想到台湾的阿信、五月天，想到了伍佰，想到了周杰伦，他们在大陆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个疯狂的程度简直你难以想象而那个时候在下面呼喊，对着台湾的这些艺人来表达的那一种喜欢认同，请问他们看到的是台湾的艺人呢，或不是台湾的艺人？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大陆可以用过这样的方式，为什么台湾不行呢？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双方大家互相的开放，然后互相的喜欢，我们可以公开的喜欢我们喜欢的人，不要插手，不要来啰嗦，
这个可能对两岸的和平会是更好的帮助啊。那个青鸟的反噬啊，民进党也不要叫，那是你们教出来的，自食恶果啊。那至于啊，这个什么高中啊什么的，我也是百思不解。那行程排的时候，当时有协调好的嘛？那协调好为什么今天又有这个限制呢？那就不要答应就好了嘛。我也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又答应了，又有这些唧唧歪歪的讲法。可能答应之后有人不高兴。对，所以呢，沈博阳，我建议要去接受生理跟心理的健康检查一下。来问一下介老师。这一次这个大陆的这个青年访问学啊，大专学生访问团啊，这个真的是很难得一个机会，我觉得筹组也非常不容易啊。大陆这一次这个就是说，大陆青年访问团里面有7所大陆大学，都是非常好的大学，有这个北大、清大、复旦、中山，然后浙江、福建师范、北京体大啊，这都是大陆这个一流大学，而且在不同的区域啊，我觉得来进行跟我们台湾这些大学青年做行交流哈，这个实在是太好的一件事了。让年轻人自己接触，去培养他自己的认知，对，还让他们自己去接触，不要老是被这个政治团体啊或者这个政府啊之间啊来怎么样来操控。那么有政治的这种意涵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会扭曲很多事实的。那让年轻人自己去感觉，自己亲身的去体验啊。那我觉得受惠不只是大陆的这些大学的学生啊，也是我们台湾的大学的学生也会获得很多启发重新认知，因为他们这个9天的行程啊，还要去北大、我们台湾的台大、清华、政大这些学校去访问。那么另外也是从北到南啊，风尘仆仆，到处跟我们这个年轻人见面。当然就是说这里面有2个非常突出的人物，一个就是这个奥运的六面奥运金牌的得主大满贯，他是马龙那他是世界级的一级的球员，他得过的这种包括奥运这个还有世界锦标赛，还有这些排球的桌球的这种最重要比赛，他一共拿了31面金牌，个人、双人、团体都拿，所以他实在是在这个等于说目前在世界乒乓球坛排名第1的，那这个也是成绩最为优秀的一个球员，是世界级的。那我觉得台湾的尤其很多乒乓界人应该对他也很好奇，可以跟他多聊一聊看他怎么样这个达到今天这个成就。那么在心理素质上在练球的方面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可以跟我们交流我们也希望台湾也有有一天出像马龙这样子了不起的球员嘛。那借这个机会要虚心的跟他互动，然后呢他也很高兴，我看他下来以后发觉我们这个台湾的我们的同胞大家对他这么热情，对呀，我觉得他的表情，我看他有一点点吃惊，因为在现在两岸这个在这个氛围之下那么尤其这个赖清德上台以后对大陆采取很敌视的态度的情况之下哇，他还发觉台湾的民间一般人民对大陆、对马龙、对大陆这个团体的友善我觉得真是很难能可贵啦。我也觉得马英九总统能够做这样事，真的是为台湾跟两岸台湾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跟大陆的一个正常的发展，一个和平一个友好的发展真的是脚踏实地在做实事啦。不晓得为什么还有人要在中间闲言闲语，难道他们希望两岸永远都要对立下去吗？要世世代代对立下去吗？这个是不符合我们台湾的利益的。我们不但要说世世代代，我们现在就希望两岸关系是建立在这个同为这个同文同种同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这个基础上来发展一个友好互惠然后互利的一个关系。对，所以我们应该给马英九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努力应该给他一个大大的掌声。那么真正是为我们台湾在造福好，请教舰长。我们这样讲，为什么5艘的这个核动力的潜舰齐聚在这个关岛那其实它是在做一件事情，也就是美国的现代航空母舰的这些大机群它的调派其实不像以往一样游刃有余。那它为了要展现它的国力，然后它
就是美国啊，以这种核分享为名，然后派出这些潜舰。潜舰最厌恶的也就是浮出水面。为什么？因为浮出水面，它的一个战略价值，它的匿踪特性就全部不存在了。那也就是说，它这样子频繁的进出，不要忘了，其实解放军有非常多的军工的这一些，无论是从无人机，无论是从卫星，它都有研发一些征收的一些能力。那你正好这样子进出，正好就让它那个解放军来直接的验证它的卫星征收系统到底有没有效。那至于说关岛呢，现在看起来对于美军来讲，好像是非常的安稳啊，但不是这样的。怎么说呢？其实关岛现在在做一个叫做增强型综合防空飞弹的防御，也就是现在美军所有一线的装备全部拉上来。什么叫一线的装备？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一个弧线啊，其实呢，它也就是萨德系统。那我们看到这个圆圈的蓝色的圆圈的部分是陆基神盾，它也就是把神盾舰的装备直接放在这上面。不仅此而已啊，那我们还看到红色的这个，也就是铁穹，它连铁穹都放到关岛上面来了。也就是什么？害怕。那为什么害怕？因为东风26准备随时都可能，如果一旦美国有任何的奇怪的举措，那个东风26其实是准备伺候的。另外一个我们要想一想的啊，也就是之前也没有很久啊，今年5月的时候，对不起，今年7月的时候，印太司令帕帕罗说，未来的这个台湾海峡呢，如果发生冲突的话，会是一个地狱场景，美国会派无人舰艇、无人的那个潜艇啊。但是最近他在出席布鲁金斯学院的一个对谈里面，他改口了，他说其实以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啊，也就是从冲绳一直到台湾海峡436海里，也就是807公里的这一个范围，光单独的使用各型的无人载具，其实没有办法顺利的执行任务，所以他们又要回到这一个所谓的防空以及制海的部分啊。但是这个就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记得啊，前一段时间，也就是我们看到美国的那个军令部部长，他才说，也就是说他要做好应对太平洋冲突的准备。可是现在你的这一个战略改来改去，那未来那个他的准则教范是不是也要改来改去呢？也就是我们这样讲啊，实际上来讲，当初没有做好敌情的这一些收集，然后做出来的作战计划，现在全部付之一炬，完全无法使用。你要重新翻工再来，不是不行啊，只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距离，战力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